央视网文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夏之光。那这部的话是你在这个变成到期之后的第一部人物戏，然后想问一下，当时你看到这个剧本有哪些辛苦的地方呢？首先，我觉得故事很紧凑，且其实环环相扣，到最后会有兜一个大的。包括其实我觉得文学功底也非常深厚，所以我当时就很吸引。对，难点就是大量的台词，而且这个台词还非常的专业，也不能出错，这是最大的难点。这台词有没有小 tips 就是首先要通读，读完之后你要靠脑子里闭上眼去把它印刷在自己的脑子里，然后去背一些关键词，比如说自己背了大概之后发现哪些词背得不熟，就要反复的读它，其实就是死记硬背。很多朋友在问说，因为这部剧当中有很多的心理的一些方向的一些小 tips， 其实都可以学以致用，有一些实用的一些心理学的小知识可以分享给大家。说实话，3年前了，我真的有点忘了。我觉得这个，如果你真的感兴趣，你就去学；但是如果说不感兴趣，我觉得尽量少碰，因为你把别人分析太透彻，这件事情会让自己压力很大，也会让自己喘不上气来。因为专业的人，他们可能有各种方法去屏蔽掉自己这方面的敏感。其实这么说的话，你会觉得可乐这个角色是跟自己不太像的。是不太像的，对，我没有他那么的无畏，或者是那么的不考虑后果做事情。就是我说实话，剧本我认为很 OK， 但是作为这个角色和人物的话，我觉得就是他作为心理分析师，包括小时候就没有母亲，然后自己独自在外留洋，再加上他的父亲其实也在他的生活中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帮助或者陪伴，我目前没有看到过。然后他又是一个心理分析师，也没有专业学过，只是喜欢推理小说。但是心理分析师相对于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敏感的。然后尤其是在这个年纪，你没有办法去那么好的去伪装自己，所以我觉得他的性格可能过于的跳脱或者是果敢了。那你说当时拍的时候有没有跟导演讨论过怎么去消化你觉得这个部分？其实说实话，当时没有太过于执着于这件事情，但其实到可能3年后再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我认为的一个不合理的一个地方。对于文艺创作来说的话，其实还是相对于有限的，你只能抓大放小，你没有办法去面面俱到，因为这是很繁琐的一个工程。那是如果听看的话，你会对这个角色有所遗憾吗？有遗憾是有遗憾，但我并不想回去再重新来过。对，遗憾的点只是在于说，我看着他，我会想着说以后的我要做得更好。对，但是我不会说回去改变他。就像我受过伤，腿上有疤似的，就是你要说我后悔去做这件事情让他留疤吗？其实是会有后悔的，但是你让我再回去体验那个疼痛，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了。刚才也聊到说，你最近是成了大家的暑期最大的，那脑力担当的秦可乐和武力担当的司空长风，你自己觉得哪个角色会对你来说更好看些呢？可能还是脑力担当的秦火乐吧，因为就是台词太大量了，包括在剧作创作的时候，因为有太多爆破啊、被打呀，因为悬疑剧它就是讲究的是严谨和缜密，它不是你演员上来你走个过场就行了，你还其实需要去配合导演，配合各种去让剧作合理，因为悬疑剧其实镜头它都是表达其实都要比一般的剧要多很多的，所以其实配合镜头也是个很关键的一个东西。对，所以其实是非常高强度的一个剧组拍摄。因为我们也看，很多人都说你是拍戏收割机，就说基本上合作的演员都在扮演可爱，比如说像吴锡德还有何宇，他们在采访当中就说一直会觉得你太可爱了，喜欢去逗你。他们开心就好。那你拍戏结束之后，有没有和哪位哥哥成为私底下或联系的？很多都会，对，但是基本上因为大家都在忙，然后加上我也不爱主动，所以很多时候就见面了，大家可能聊两句；有工作了，大家可能私底下喝个酒。平时也很少见面，因为我也不爱出门。我可能会我自己会出门，但我不爱出门去跟大家去什么露营啊，或者是约吃饭啊，非常少。基本上自己可能跑柔术馆，跑健身房。我看到你的采访中说，你说你想在这个领域当中留下一些美好的爱情戏、古偶戏。那如果今天给你这个机会啊，在你的现场中想一个你想要尝试的古偶角色的设定和感情戏的，就其实更多的是那种5 hours later， 我也想不到。想是有在某一个节目当中喊话说想要跟主持人绑合。没有，不是我想要，是别人提问，我说那可以，肯定愿意啊。不是我想要，我哪有这个
哪有这个胆子去提这种问题啊？也太不要脸了。那我们感情线的设定的话，你会做什么？我想演李朱赫老师吸血鬼那种角色，就可能一开始是maybe可能是吸血鬼这种样子，或者是那种比较阴暗一点的那种人物性格。然后一开始碰到这个女生也不是因为喜欢，就觉得有意思，然后可能在她身上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点，然后一开始就是从头到尾可能也没有喜欢，只是在觉得她好玩。到后面可能因为某一些事情的发生，我从内心突然一下发现了，好像是喜欢的。因为网上有很多人觉得你很适合去演这种攻击反派的。我也是看完你在那个《秦火论》有一个剧情是他带入那个莫提，因为我觉得那段表演没有特别好啊，我觉得没有，就是觉得你很适合演这种攻击反派的角色，自己想演这个角色。我当然想演，所以为什么我会提李朱赫老师的？因为我特别喜欢那种性向很强，但是又很阴暗的那种。我们也看到前两天你上了一个热搜，他其实对你那个你听能演片段就非常好奇，能不能跟你说出来这个当时这个片段具体是在干什么？就是蒙上之后拿脚去感受那个药材，因为当时那个地上不好踩，我就先跪下来了，因为要脱鞋嘛。我记得有谁还有何宇在抖音上，你们三个人是拍了一个照。就一开始是我跟何宇说我们俩拍的，因为看了死侍，然后后来说把学一个也拉上，然后就来了。是大家都评价说刘学丽好像是被拉入凑数，就感觉是强行加入了一个会舞蹈的团体。不是，嘴上说着不要，心里挺乐意的。所以你们之后就是三个人当中有没有在拍摄综艺期间有聊过这个少年家庭相关的事情？就学一哥跟我说各论各的，他说我管他叫哥，他管我叫叔。其实有很多跟你合作的演员都说被你健身给卷到了，那你接下来有没有一个想要尝试的一些运动？想考个飞行驾照，现在是已经在准备了吗？那没有时间准备，对，过2天又得飞，整个9月都不在北京。对，所以在想有时间去考个飞行驾照。演员就是多方面去塑造嘛，一定要看到自己的可能性。好，没问题，让我帮你带上去。可以。